哎，哥们儿，那医疗队大巴呢？哦，刚走，去机场了。现在想你在哪儿呢？我忙着呢，要是让周老师发现你不在班上，你这实习还做不做了？用不着你管。上次你出走，林老师把你劝回来的时候，你当时怎么说的啊？说你再也不胡闹了，不能让信任你的人失望。这话你都忘了？我没忘，我这就回去。那你快点啊！刚送进来被 KTV 玻璃砸的。快给我治！我有钱了，快给我治啊！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你说了是你的疼不疼了？快给我治啊！哦，有头晕恶心吗？哎，来睁开眼睛看一下，这是几？你是王小丫呀啊？有功夫下去了，快给我治啊！求你了，快！你不配合我，我怎么治啊？你有时间下山，你快给我治啊！我操你妈妈呀！师傅，给我来个大包间儿。干嘛呢？这是医院，知道吗？啊，老子有钱，去换套衣服去。哟，哥，我知道你有钱，来，咱去小包间，我们要小包间。我有钱，老子。咱知道有钱。我要大包。出野食。我要大包间儿。扎的不深，先做 CT， 别愣着了，先听听叔叔。就没上过这么背的夜班，到现在连趟厕所都没上。都说你最近眉清高照，我干嘛非不信邪跟你搭班呢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好奇心害死人。李医生，你快过来看一下。你去处理一下吧，知道诊断路径吧？呕吐可能是消化道病变或者系统性疾病，要随时观察。行，去吧。放心，他都吐成那样了，花花肠子早吐干净了。李大夫，这边血压不到40了。不能躺这儿，容易发生误吸。起来。
起来起来。宝贝儿，就知道你会来的，宝贝儿。走。宝贝儿别走，宝贝儿。干嘛呢？也不知道扶一下。来，起来。把他转过来。快，赶紧的。除了呕吐，还有哪儿不舒服？这疼不疼？排除阑尾炎，身上有擦伤，这不重要，先送内科。好。别走，别走。不想干了？我怎么不想干了？他刚才他不是刚吐完才来急诊的吗？嫌脏啊？那你去产房看看，哪件白大褂不是沾屎沾尿的？我看你是刚上门诊没待够啊。我怎么嫌脏了？我这一晚上给身上长了蛆的流浪汉清过创，给喝了敌敌畏的小姑娘。这些我都没有看见，我只看见病人躺在呕吐物中，你却站在旁边无动于衷。你没看见不等于我没干。哎，怎么跟主任说话啊？主任，这男的不是一善茬，他老大被玻璃花了，王安征呀就说要杀我，还动手动脚的，咱犯不上让学生们提心吊胆伺候他。关键是他说咱这服务没 KTV 好，不正好吗？走人。行啊，李波你都搞定了啊，以后写个病历偷个懒儿，值班的时候打个盹儿，可真方便啊。我觉得你让我进你的组，就是为了苛刻我、挖苦我，然后看我笑话吧。现在有人帮我说个实话都不行了，我要是再在这儿待下去，就是一更大的笑话。我走行了吧？你可以走，但今天已经开始，今天的5000米你别想赖掉。收回刚才说的话。我刚才说我要走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我没聋，你收回是你的事儿，我愿不愿意把你留下那是我的事儿。你不会觉得过个嘴瘾，一点后果都不用承担吧？您打算怎么处理我呀？现在知道紧张了，我看你就保持这种状态，至少说话做事过脑子，直到我想好你的去留。您打算想多久啊？你放心，任何时候只要我觉得你非走不可，我1分钟都不会让你多待的。这是口服葡萄糖，出门前喝了点。你这脸色，别把病人吓着了。这个我来吧。周主任，这种小擦伤不用您亲自处理的。哎，对，哎，护士妹妹来了。我让你出去就出去。哎，别走，坐好。
你看看这车病历，乳腺外科的门诊什么时候清闲过？就这年贿赂了一大杯拿铁去给李博，求着他让他把咱俩调过去，真是天地之宽都填不满。你缺的这点心眼，你才缺心眼呢！这2天周老师就像颗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哪天就爆发呢，咱还不有多远躲多远呀？今天给我挂个号，手机号。什么？手机号。哦，我不用手机的。没手机挂不了。那您帮个忙，给挂一个。没手机真挂不了。谢谢您，你不知道我来一趟很不容易的，谢谢你，给挂一个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您孩子有手机号吧？有，我女儿有手机。哎呀，她的手机号我背不出来。你挂不挂？我当然是要挂了，谢谢，给挂一个。再说了，乳腺组多好呀，又干净又没有急症，而且女病人都合你胃口呀。麻烦您了，先给老人家挂上吧。这电话号码以后建档补也不迟嘛。下一个。哎呀，我怎么就不能挂呢？哎呀，姑娘，你不知道，我清早就出来了，我换了2部公交车才到这里。我要是现在回去，我今天就看不成功了。别急，你捣乱是不是？把我的号给他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大不了留我的嘛。出了事儿联系你有用吗？你再捣乱，我打电话叫保安了。拨我电话，出事我负责。你要是不给这位老奶奶挂号的话，前面拐弯处可就是医务处。老奶奶想去投诉你的话，我可不会拦着。谢南翔，哎呀，月月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OK， 全部搞定。你跟我说说啊，怎么样了？我把月月在挂号处的状举一说呀，孙主任立马答应加号。太好了。月月，你可不知道我们这位乳腺外的大专家的号有多难挂，每天求他挂号的条子呀就有这么厚一沓。院长的面子呀，他也不一定会给。你今天这叫好人有好报，因祸得福。刚才那事儿呀，我也就是职业习惯，对顾客那样我可受不了。我说句实话，你们别不高兴啊。我们航空公司和你们医院一样，都是服务业，但是在我们那儿是真把顾客满意度做第一位的。这服务不仅仅是我们空姐在飞机上的工作，从购票、候机、登机，全程都得微笑服务，不能对顾客说不。哪有像你们挂号处那样的？月月，你太牛了！你跟我们领导啊，完全是一个思想高度的。知道孙主任刚才为什么那么爽快就答应加号了吗？他说了，你不仅是帮了患者一个忙，而且是帮了我们大夫一个大忙。是吗？刚才孙主任当着我的面啊，给挂号科的头打了一个电话，把刚才那个挂号员狠狠地给骂了一顿。孙主任还说，患者为什么这么不信任医生，其实就是因为患者刚进入到医院的时候就开始受气，挂号挨冷脸，排队挨冷脸，取药打针来来回回的跑，尽瞎折腾人了。到后来他们终于见到了医生的时候啊，肯定要把在医院里受了1天的气一股脑全都撒出来，这才有后来为什么医生老是挨打的事儿。孙主任还说了，医生其实就是在为患者在整个就诊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罪啊，所受到的不信任，集体买单。就是理解万岁。哎，月月，听说你马上要飞欧洲航线的头等舱啦？那里可是高富帅密集度最高的地方。哎，听说那个邓文迪也是在那儿认识默多克的。到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介绍好的啊，多给我留心。晨曦，我拜托你擦干你的哈喇子，用你余额几乎为0的智商考虑一下，高富帅凭什么放着月月不追来追你呢？就算这种几率很小的事他是会发生，那么我请问你，这种审美眼光的高富帅，你敢要吗？谢南翔，我跟你说算了，这月一来，你心里难免有些小波小浪的。等我干嘛？都怪你自己，高中3年不知道干嘛去了。哎，你记得吗？你那会儿……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进去吧，主任等着呢。好了，走吧。体检说有个肿块，顶多1公分，我估计也就是个乳腺增生，根本不是个事儿。您觉得呢？您这么忙，还麻烦您。你右侧乳房这个肿块，从触诊来看像是良性的，但 B 超显示内部血液丰富，这个不能不重视。
孙主任，您是怕是 CA 吗 ？CA 是什么？是癌的意思吗？你也不用太紧张，反正瘤子不大，咱切了它，再做个活检看一下情况。如果是良性的，就可以回家；万一是恶性的，发现了早，完全可以诊治的。好，我都听您的。孙主任，都说您的手比 B 超还准，您觉得恶性的可能性大吗？这俩学生从未做过乳腺触诊，你能帮他们做一下乳腺触诊，增加感性知识吗？晨曦，你来。肿块在右胸的外象线，这里，感觉到吗？如果是良性的，用手推一下，会有滑动的感觉。哎，好像是在滑动哎。谢南翔，该你了。怎么了？脸红了？你可已经是7年制的第6年了，妇科见习都去过了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谢南翔，每个医生都有第一次，我倒是愿意做你的第一次。我说你最近查房怎么跟受了气的小媳妇儿一样，大气都不敢出？原来你是在带定曲啊！我也知道自己挺怂的，虽然不服吧，还得一次一次认错。其实我不是怕他，我是不甘心就这么走了。他就是吃准了你这点呗，然后一直吊着你。哎，你可注意点啊，别被他给逼成神经病了。你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林老师的。你跟晨曦在乳腺组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失眠呗，这不在这儿跑步呢。你还能失眠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一个病人。这床病人的病情啊不是特别稳定，你们呢随时观察一下血压、脉搏什么的。刘志光，记清楚了啊。好的。李波，来，主任。怎么就他们两个？哦，晨曦、谢南翔的高中同学啊，准备在咱们医院做这肿瘤手术，我让他们跟台了。这样呢，也能照顾一下病人情绪。那叶春萌呢？也去了，说万一病理结果不是特别好的话，怕咱俩扛不住。一个个以为自己是天使还是观音呀，都出去普度众生了，颗粒活谁干？李波，你几岁了，这你都信？这帮学生为了偷懒，什么借口不会找啊？那我现在给他们叫来。我去吧。月月，孙主任的技术你就放心吧。而且刚才我看了，切口在乳晕上，将来的疤根本看不见。既然手术成功了，纤维瘤也切了，我不想住在医院，我想回家。切下来的纤维瘤要去做冰冻病理切片，如果结果没事的话，就可以离开了。那还要多久啊？谢南翔怕你着急，亲自去病理科了，在那儿盯着呢。应该回来了，没接我电话。谢南翔他搞什么呀？我再给他打一个。孙老师都进来催2回了，肯定是结果不好。你别瞎想，说不定他被哪个老师抓去做装丁给耽搁了啊！怎么没接电话呀？我找他去。晨曦，别打了，肯定是恶性的，他不敢告诉我。不会的。我是不是要回手术室了？这回要全麻了，是不是？这回要切乳房了，是不是？
晨曦，晨曦，啊，出来一下。你先休息一会儿。你干嘛呢？我难过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难过你就哭？他是我高中同学，我们俩是好朋友。看到他那样，我真的忍不住。你还是他的大夫，是手术团队的一员。换做你是病人，上台前大夫冲着你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这手术你还敢做吗？你不明白，这不是一般的手术，他可能马上要乳房全切。早上他来的时候还是个漂亮完整的姑娘，可是过一会儿，她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她了。而我偏偏要在旁边目睹这一切，这太残忍了。那我来跟你说说更残忍的。如果他不手术，癌细胞就会全身扩散转移，到那时候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天天消瘦虚弱，失去人形，最后在疼痛中生不如死。我不要这样。你看看你这样，像是干外科的吗？你穿上这白大褂就给我拿出大夫的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外科大夫就是以有限的痛苦为代价，避免更大的痛苦。李老师，看见谢南祥了吗？没看见。病理结果出来了，恶性的吧？你打算在这做到什么时候啊？楼下全世界的人民都等着你了。对，我怂，我没担当，你随便。病理分期1期，肿瘤小，木靶片无钙化点进行切除手术，有一定几率保留乳房，这不挺好一个结果吗？非要弄得跟天塌了的似的。月月现在需要朋友，我没法跟你一样冷静，在月月这儿你能当个大夫，我当不了。知道你跟他好多年同学，你接受不了。我们不仅是同学，上学那会儿，我们所有男生都不敢跟他说话，也不敢背后议论他，就是把他放在心里边悄悄的想。月月人又好，又不傲气，就让我觉得我更配不上他。想一想那会儿我还真是怂。哟，谁说的来着？什么一树梨花压海棠，人华医大谢南翔，还有你配不上的姑娘呢。对，他这一出事儿，我确实是怂。我知道，我以前给很多病人都说过“可能性”这3个字儿。我们轻轻巧巧一句话，对于病人来说，那就是一片天都塌了。我以前就是觉得惋惜，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连听都不敢听。我们想听到的是100%确定，而不是可能，更不是眼睁睁看着他被癌症给毁了。喂，哎，报告拿到了，恶性1期，你通知孙主任赶紧手术吧。啊？好，好，马上下来。月月病房出事了，赶紧。周涛，你别这样，陪我告诉你是我不对，你最近飞行任务重，我是怕你分心啊。少拿我说事儿啊！哎，什么情况呀？你别去。你以为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？难怪最近老往我妈家跑，怎么的？想住院之前套牢我是吧？亏的还没领证呢。你是怕我拖累你吗？孙主任说了，我是1期，术后愈合会很好的。你忘了吗？你当初说过，无论我病了、老了、丑了，就算缺胳膊少腿，你都不会离开我的。
我当初追你那么久，你现在怎么突然就答应了？啊？你这得病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谢大强，就你也配？他妈谁呀你？骂我，垃圾男有种！他妈谁呀你？官打上就不要谢难蛇。月月，他妈谁这？月月，没事吧？月月，没事，有我在。你现在不能有情绪啊！我得去通知孙主任开台了，待会儿他要全麻，哭成这样怎么行啊？你帮着劝劝，啊？嗯。真的要切吗？我怕你不要走。什么抱怨啊？胡扯！小手术你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寸步不离。我要倒了！我说，要不然咱改学三轮车吧。谢大强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抄了我3年的作业，我让你教个自行车就这么不耐烦了？哎呀！不是你长小脑了没？一个正常人怎么能有这么差的平衡感呢？谢南翔，谢南翔，月月又被那帮混混给缠住了，在哪儿呢？就在那边。哎，谢南翔！哎呀！啊！谢南翔！哎呀！咱们该进手术室了。马上就要麻醉了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在这儿的。拉住我的手。周老师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能不能下去休息？刚才在准备室的时候，不是哭得挺来劲儿的吗？怎么不舒服了？你什么你啊？我跟孙主任商量过了，这台手术你做2柱。我2柱啊。孙主任一般不带实习生上手术的，你别给我丢脸啊！晨曦，快上位。醒了，还难受吗？头晕，恶心，还手脚发冷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晕血啊？这幸亏哪儿都没磕着，万一头撞在肩胛上怎么办？知道你还进去。周老二好。周老师，对不起。别呀，你刚才演的可比真晕血症病人还像。我正愁诊断学考试 SP 晕血症找谁来演呢，看来非你莫属了。您觉得我是装的？不是第一次观摩手术了吧？我记得你还给韦大夫当过医嘱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前几次都好好的，偏偏这次我就说了你几句，说晕就晕？或者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谢南翔吧？我可是看见了你看他的眼神。你以为一摔一晕，他就会把注意力回到你身上，太高估自己了。他人呢？陪着月月呢。真以为穿上这白大褂，就能白衣飘飘演偶像剧了？
那是手术室，你们要不把这手术当回事儿，或者没把握拿好这把刀，就不配进手术室，不配干外科，更不配当我周明的学生。周老师，您能不能别说他了？我刚给他量过血压，血压真的很低，临床体征都没落下，你装到这份上，我真是肃然起敬。我不是装的，这又不是光彩的事儿，我为什么要骗人？那行吧，下周开始，我给你做系统脱敏治疗，不管是真病假病，好歹你出科的时候别让别人说周明带的学生居然会晕血。系统脱敏。哎，小希啊，周末回来还用功啊？过来过来，吃点水果放松一下啊。刚吃完饭就用功，影响消化的。哼，孩子，晚饭你就没吃多少。营养不够，气色不好，那就不好看了。你看看你这脸色，最近是不是又在搞什么绝世疗法呀？什么晕血症治疗？你们周老师在搞这课题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看着玩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最近好像又瘦了，气色那么差。哎，我说周明怎么搞的？带实习生真的是男的女的都当那个牲口使啊！咱们家西西身体弱，当初啊就该换个导师的啊。可不是嘛，我也觉得他不适合留在周明的组。这不，今天在手术台晕了，还被周明训了一顿。啊？你晕了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是累的还是生病的啊？我说你这脸色嘛，不行啊，你得好好去查一查，知道了吗？爸，不就是晕血吗？你晕血？你早知道了。你知道他晕血还让他报临床，亏你还是个学医的妈。他小时候我急诊值班的时候带着他，他什么没见过？我觉得呀，他晕血是他在高中的时候摔车有关。说到底了，还是因为那个谢南翔啊。妈，好了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晕血呢，的确跟外界刺激是有关系的。不过现在啊，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就是嘛。哎，其实啊，晕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咱们毕业以后啊，不干临床不就结了吗？啊？哎，爸，这个，你一个领导，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呀？哦，都跟你一样，父母都是外科出身，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搞临床，那以后医院里面不就是没人了吗？哎，你少给我上思想品德课啊！就是因为我跟你妈干了半辈子临床了，这里头的苦啊、累啊、委屈啊，我们比谁都清楚。光就说这个干外科的生命危险吧，啊，所有的血液啊、呼吸道传染病，你都有机会得个遍，动不动啊连轴转36个小时，生生把你弄了个内分泌失调。是啊，你说男大夫到了30岁拼个主任，再考虑成家立业还来得及，可是女孩子不一样啊，要结婚生子，耽误不起啊。我又不想谈恋爱。那拼死拼活的要留在外科，为了谁呀？妈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搞外科，不行吗？爸，这是遗传。哎呦，你这丫头啊，你怎么一句话也听不进呢？你现在都已经在手术台上晕血了，啊，你就是想干外科，周明那关你都过不去。爸，你别小看你女儿行不行呀？不就是晕血吗？又不是绝症。我倒要看看周老师要怎么治我。哎，这傻姑娘。小强，老妈，我上周末不是刚回我家吗？一会儿8点我要去病房了。张师傅，你到楼下等我啊。好的。你呀，吃你的早饭，我又不耽误你。我来办事儿，顺道来看看你的。起来，起来！哎呦。
什么样啊？这都是给我的，这也太补了吧，妈！刚好月月做完手术，我给她送过去，她一个人挺可怜的。月月，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父母在外地的月月啊。啊，她刚在我们科做完手术。哟，那就是晨曦晕倒的那台啊。哎呦，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晨曦就是晕血，没什么大事儿。那你事后有没有去看人家呀？就知道你没去，你就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次晕血会这么严重啊？为什么他父母一直不让他干外科，可他死活要留在周明的组里？打住，妈，我知道你想把我往哪儿带。我和晨曦早就分手了，我没理由也没义务猜他是怎么想的。那你有闲心关心别的姑娘？人月月刚做完手术，更需要关心。再说了，我们是老同学，我不能不管。你要管的人多着呢，你有时间有精力吗？所以呀，你要管好你值得关心的人。晨曦他就值得你关心。东西呢，我也已经给你买好了。你呢，在上班之前，给晨曦送到宿舍去，他呀会懂的啊。还有这个，这给你的啊，你看看你，都吃的什么东西呀？饮食一点都不健康。哎呦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妈。明年的医疗器械招标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吧？又是晨曦他爸主持吧？行，没问题。我待会儿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晨曦弄过去。我给他一五一十的说，就说这些东西是我妈让我给你的，她为了让你开心，因为你这一开心吧，你爹就开心，你爹一开心，那在招标会上就会对我们谢氏集团高抬贵手。讨厌你！哎呀，行了，妈，我去上班了，走吧。哎，走了。这孩子。我是受罚，我得跑5000米呢。你这种友情客串的悠着点啊！你倒是腿疼。我说让你慢点跑吧。你赶紧把乳酸都揉出去啊，要不然待会儿值班的时候遭罪，周西斯又要骂你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我都想过了，对付周西斯呢，要以毒攻毒。他不是打算虐我吗？那我就先自虐，而且下手呀比他更狠。那等他虐我的时候呀，我就没感觉了。哎，我帮你打听过了，说是晕血特别难治。李波说他们刚上班的时候就碰上2个，一直到毕业的时候都没治好。毕业以后呢，一个去了疾控中心，一个去卖药了。那他们最后是不是成了他们班混的最好的？西西，你真的喜欢学外科啊？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那就是为了谢南翔喽，值得吗？反正上次你跟我说你晕血是因为谢南翔受了伤，我就在想，要是他把我一个人扔下跑了，我得恨死他。你还在这玩执迷不悔呢。其实我也生气，但是我忽然发现，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我跑向别人的时候，我反而更加无法承受。哎呀，人这一辈子，不就是应该跟着自己的心走吗？我的心是向着他的，我没办法拧着来。进来。周老师，你想好了？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我要留下，我也一定会留下的。好，现在我就跟你聊聊系统脱敏法。护士长照的番茄汁儿，说是减肥养颜，对身体好。挺新鲜的。
这还没分层呢。他不是没喝那杯番茄汁吗？强迫症多。谁强迫症了？平常就教育你见了帅哥别流哈喇子，得你不听，这想停的时候停不下了吧？谢南香，你没良心！我又怎么了？姑娘说你没良心，还能因为什么呀？得亏这不是在妇产科门口，要是在的话，哥们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。你疯了啊你！我就是疯了！还不赶紧追！我凭什么呀？是他洒我一脸水。他刚在周老师那受了刺激，你就不能哄哄他呀？我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她男朋友。停车师傅，西西，怎么了？阿姨。如今的我总是感到迷惑，像阵风，不知明天的方向。有时失落，偶尔沉默，孤单。现实的重量，它在微弱的肩上。谁在追赶？谁在旁观？谁在寻你的路上转了几个弯？谁在沮丧？谁在悲观？你可记得当时我们都是那么的勇敢？那年的愿望，当初的梦想，实现了多少？还有多少埋藏在路上？美丽的愿望，偶然的一点感伤，是否也是遗憾？旧月难忘。那年的愿望，单纯的梦想，记忆中的阳光，还有星空底下的仰望。美丽的愿望，遥远的一点光亮，那是紧握着的一点坚强。也许我们都是一样，想吃饭不见未来的彼岸。有时脆弱，偶尔撑着一半明天的太阳，照着倔强的平凡。种下的太阳总会如梦般绚烂。